今天呢，我们还是按照惯例教大家做一些家常菜。第一个呢，先给大家做一个就是减肥朋友比较喜欢吃的一个空气炸锅牛肉粒。这个呢是一片牛肋肉，如果你家里面有什么牛排这些都可以。这个给它切成块儿，清洗过做个简单的腌制。好，洗过之后呢，我们放在砧板上，把这个多余的水分稍微用厨房纸巾给它简单的吸一吸，直接加点这个黑胡椒海盐，我们加点亚麻籽油，这个是高温的啊，就如果你家里面没有这个亚麻籽油，可以加其他的一些大豆油、花生油都可以。好，放一边，我们腌制个15分钟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蔬菜处理一下，蔬菜它也要加这个盐和油，但是呢，尽量和牛肉分开，因为它腌不了那么长时间。这是一个胡萝卜、玉米还有西兰花，来点小番茄。我们直接放上这个黑胡椒、柠檬海盐，再来点这个亚麻籽油，好，一点点油，一样的给它搅拌均匀。我呢主要是为了拍摄给大家演示，所以说拿个盆儿在这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如果你想懒，少洗一个碗怎么办呢？直接把这个菜放在这里面腌制就好了。好，拌匀之后直接放进去。好，牛肉我们将它放进去。这个呢，如果你没有空气炸锅，其实你用烤箱都可以做的。这个调到180度。时间呢调个20分钟，我们中途还稍微给它翻面一下，启动。好，10分钟时间到，我们给它搅拌一下，翻面一下，再烤10分钟。好，最终呢我们烤了半个小时，开始我说20分钟，最后又加了10分钟，给它烤熟了，大家看一下。要有知识才有力量。第二道教大家做一个芝士牛肉饼，不粘锅，锅里给少许的油。这个是几个牛肉饼，解冻过后直接下锅，先开小火，用到铲子轻轻给它传几下，把它炒散。如果你没有牛肉饼呢，你可以去买那种搅碎的牛肉碎，超市也有，菜市场也有，但是你要稍微给它搭配一下，有肥有瘦啊，不然的话会特别的柴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牛肉末呢炒到这种吐油的状态，出香之后呢，下来这个姜米和蒜米。少一点点，不要太多。现在来点这个花雕酒，现在就调到大火去炒它。好，稍微来点老抽，上点颜色，来点生抽，来点白糖，调味少许的白糖，一点蚝油，少许的白胡椒粉。好，调完味之后，接下来我们下点这个胡萝卜粒和这个玉米粒，大火去翻炒它。好，出锅以后呢，勾少许的这个水淀粉。好，出锅。好，炒熟之后呢，我们找个玻璃盆给它倒起来，让它冷却。好，我们让这个馅呢自然冷却之后呢，加入葱花。给它稍微搅拌一下，你炒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加葱花，一炒它就死掉了，就没有这种葱香味了。尽量是加这种生的葱加进去，用多少拌多少。好，拌匀之后，接下来我们打2个蛋黄，去除掉多的蛋清，有蛋黄。好，这个呢是一个手抓饼，我买的是个葱香味的，就里面有什么原味啊，这些都有。根据你的需要，我们稍微让它冷冻一下，不是解冻一下，不是冷冻哈，因为它是比较硬的。一折叠它就会烂掉，一定要给它解冻一下，放在手上。包的时候就把这个牛肉馅儿填在底部一个地方，边缘给它刷上那个蛋液。放上点芝士碎，再来一片芝士片。好，我们把2面给它叠过来，开始对折。这个底部一定要给它压紧，稍微修饰一下。好，一个就做好了。好，接着给它放进去。接下来我们给它刷上这个蛋液，薄薄的一层蛋液，撒上一个生的白芝麻。把这个蛋液和芝麻撒上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开始烤。我们调到180度，好，烤个16分钟。哇！这个颜色很巴适啊，这个确实超出我的预期啊！我之前用烤箱做呢，你很容易掌控温度，空气炸锅做出来一点都不差。第
第3道，我们做一个京酱肉丝，但得先做一个饼。这个饼呢很简单，只需要买这个水饺皮，在家里可以做。好，水饺皮我们给它刷上油，每片给它刷上油。有的地方呢可能吃的京酱肉丝会裹一个什么那个叫豆腐皮，但有的地方是裹的这么饼。我今天做的是这个饼，刷上油不要刷太多，就薄薄的一层就够了，主要是防止它粘连。最上面一层就不要去刷油了，因为我们擀的时候呢，它很容易粘的。这样手稍微捏一下，稍稍给它捏一下，把它撑大一点点，我们再用擀面棍去擀它。面粉铺粉，这样的话它会比较的滑。好，两面轻轻的给它一压一下，这么大就行了。好，这个皮子擀完之后，接下来放到蒸锅中给蒸个3分钟，大火蒸3分钟。好，时间到，我们给它拿出来。好，我们湿的时候要从底部开始湿，这个一定要趁热，如果凉了之后它不好湿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腌一下这个里脊肉丝，给少许的盐，来点白胡椒粉、花雕酒，少许的生抽，一点老抽，抓匀。这时你先不要去加粉，就一定把这个水全部加到这个肉丝里面，再去加粉。因为有朋友给我反映，为什么腌出来的肉丝啊、肉片老是喜欢脱水脱浆？这步很重要，就你的肉丝一定要吃够水分。好，抓进去之后，你会发现这个肉丝会特别的黏。这个时候我们加什么？加点姜葱水。好，再来一次，不要加太多，慢慢加。好，我们让那个水全部吃透到肉丝里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再加点这个土豆淀粉，直接干的啊。最后来点油淋面一下。如果你不加油，你下锅的话，如果温度一高，这个肉丝它会成坨，就粘在一起。有油呢，它会好很多。轻轻的给它揉一下，好，这个肉丝就腌好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炒肉丝的甜面酱给它稀释一下，因为这个甜面酱其实它是比较干的，如果你下锅直接炒，它很容易糊。一定要加点什么花雕酒或者是姜葱水去给它稀释一下。料酒我就不建议大家加太多，因为太多的话它会味儿出不来。你用普通的清水都可以，一定给它稀释一下，不然它会很容易炒就糊了。这是个小小的技巧。打个碗芡什么作用呢？就是我们在炒菜的时候不用手忙脚乱，一会儿就去放糖，一会儿就放生抽，这样的话可以避免错错。好，我们在碗里放少许的糖，来丢丢盐，少许的花雕酒、生抽，再来点这个白胡椒粉，滴2滴老抽。好，最后我们再加点水淀粉。好，给它搅拌均匀，可以了。接下来开始炒。就是这个来教大家一个方式，就是炒肉丝的话，你不注意在锅里很容易粘锅。我教一个方式，就可以把它滑起来，我们再来炒。好，这个油温差不多3成，我们开始滑肉丝。你可以准备一根筷子，轻轻地给它一划一下。好，它就散开了。现在我们给它倒出来，就这个方式呢，你在家呢炒的话，它不会说浮成一坨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将就这个锅不要熄锅，锅里给少许的油，下这个姜米和蒜米。好，炒香锅下入这个肉丝，给它翻炒一下。现在是开最大的火，给它翻炒一下。好，接着下入我们这个甜面酱，提前调细的甜面酱。好，最后下入这个碗芡。好，可以出锅了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装盘环节，我们把这个摊好的这个皮放上一点葱丝。这个葱丝呢，就是我切的时候尽量是斜刀去切，不要切直刀啊，不然的话很容易掐牙。我们来点葱丝、黄瓜丝，好，来点炒好的肉丝，这就可以把它裹起来。第4个，做一个虾滑藕饼。好，这个虾滑呢，我们给少许的盐，一点糖，白胡椒粉，来点生抽，少许的花雕酒，搅拌均匀。简单给它摔打一下，把这个胶给它摔出来，虾胶给它摔出来，就是粘性给它摔出来。好，接着我们给少许的土豆淀粉，再给它搅拌均匀，它就更加的粘，更加的有粘性了。接着我们加点玉米粒，来点切碎的胡萝卜粒。加点大葱，接下来再加点洋葱，给它搅拌均匀。好，给它搅拌均匀，我们放在一边。接下来开始处理藕片。好，接着我们把这个藕片呢稍微给它吸水分，
每一片的大小尽量保持一致，这样的话，我们两片加在一起的时候，不会大的大，小的小。好，第一步呢，我们先在藕片上面给它拍上一层薄薄的土豆淀粉，铺上一层馅儿。另一面呢，我们给它铺上这种淀粉，土豆淀粉，稍微给它沾一点点，目的是让它更好的粘连在一起。好，两片就压在一起。你压的时候呢，要注意这边缘，一定要让它饱满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找个平底锅，倒少许的油，藕饼呢给它煎一下，3成左右。我们下入藕饼，开中小火，这个开中小火，慢慢去煎它，把它煎熟。中途给它翻面一下。翻面以后呢，火就可以稍微开大一点，慢慢去煎炸它。好，两面煎到这种焦黄时候，我们给它倒出来，把多的油稍微给它过滤一下。这个呢就比炸的油要少一些。好，最后我们再撒点这个烧烤辣椒面，这个辣椒面它是调了味道的。喜欢吃茄子的同学，今天带给你一个茄子新的吃法。这个茄子呢，切斜刀，给它切成片。接着呢，我们调个料汁儿，来点小米椒，来点蒜蓉，来点这个白芝麻，再来点辣椒粉。少许的葱花，这个油烧到5成热，我们来2勺。这个玻璃碗呢是高温的，主要是为了让大家能看得清楚。如果你在家里面用铁碗哈，比较安全。来点这个生抽，来2勺的生抽，少许的陈醋，老陈醋啊，来个蚝油，蚝油半勺，再来点白糖。这个时候呢，盐就少加点，因为我们的生抽、蚝油里面都有盐味，盐就不要加的太多。最后再来点芝麻香油。好，给它搅拌均匀，放到一边，这个料汁就拌好。接下来我们煎一下茄子。好，接着我们找个平底煎锅哈，什么也不要放，不要放油，也不要放盐，直接干煎就好了，中小火。这个茄子呢，大家不要担心什么煎不熟这种情况，因为茄子自身它有水分，像煎到这种哈，它是绝对熟了的，不用担心。好，煎熟之后，我们先给它倒出来，接下来给它装盘。煎熟的茄子直接放入盘中，好，直接倒入我们之前调好的料汁儿，最后撒上葱花。最后一个菜给大家做个脆亮香菇，嘎嘎脆。这是一个五花肉末，我们给点盐给它腌一下，白胡椒碎，少许的糖，来点老抽，给它上点颜色，花雕酒，好，来点生抽，稍微给它揉匀。中途我们稍微加点姜葱水，一个是去腥，第二呢可以让这个肉呢稍微嫩一些。再加一次。好，这个水加进去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加点姜米，少许的姜米和一点葱花。好，拌匀过后我们加点土豆淀粉。好，最后滴几滴芝麻香油。好，这个馅儿就拌好了。这个呢是普通的香菇，把里面那个蒂给它去掉。我们稍微给它来点那个土豆淀粉，这样的话馅儿会粘得更稳一些。接下来把这个馅儿填到香菇里面。这个馅儿不要填得太厚，你太厚的话，待会儿我们炸不容易炸熟。好，给它抹均匀，这就可以了。好，香菇填完之后，接下来教大家做一个脆酱麸。这里是100克的普通的中筋面粉，30克的土豆淀粉，5克的五里泡打粉，给它混在一起，给它搅拌均匀。这个麸呢可以炸很多东西，比如你可以炸一些脆奶啊，然后炸一些牛肉条啊都可以。好，搅拌均匀过后，接下来加点少许的水。这个麸呢，你可以装成一个瓶子里面把它装起来，就什么时候用呢，就什么时候挖一点出来调就好了。调过之后呢，它是不能放在里面长时间的，因为它加了有泡打粉，它会发酵的。就是什么时候用，什么时候调。
我们调到这种湿滑的状态，就有点像什么，像酸奶一样这样湿滑之后呢，我们加点油，油呢可以增加这个麸的它脆度，同时呢可以增加它的光滑度，就是你炸好的东西表面比较的光滑。油不要太多哈，有点油就够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始油炸，稍微给它裹成浆，把有肉的这边向下夹起来。好，接着这个油温烧到4成，我们开始下。锅有点小，一次要炸个5、6个。好，炸上色的我们先给它捞出来，待会儿再来复炸。好，这个时候把这个渣渣打起来，把温度升起来，再把所有的香菇再复炸一次。好，复炸的时候大概我们烧到6成热啊，快速的下锅。好，快速给它倒出来，炒一下油。好，最后我们撒点这个椒盐、辣椒粉。好了，最后才给它上一下味道。入口之后，你感觉表面，首先它这个麸呢非常的酥脆，接下来里面会有肉香和这个菌香结合在一起，非常非常的好吃。这个麸呢，其实不同于我们理解的那种酥肉的麸，你吃起来它会比较的薄一点，而且呢，这个麸呢可以做什么呢？比如你炸点什么小鱼啊、小虾啊，什么这种脆奶都是可以的哈。今天这6个菜类做完了，其实主打一个简单、方便、快捷，希望大家在家都能做出来。如果你有时间呢，可以把你的菜做出来，艾特我一下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钓到的偶像。